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在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的一个上涨通道目前已经被完全跌破。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在完成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之后，做了一组小时线级别的反弹，在小时线级别完成反弹之后，目前继续发生了下跌。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有一个标志性的在315这一天走出的悟空阴线。可以看到，这根悟空阴线是有别于上涨趋势当中出现的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有了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我们看到后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幅度不高，并且有上插针、下影线、十字星。反复做盘整之后，在今天终于看到了8线阴线、实体阴线走了出来。这样在盘面走势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后面跟随的干扰性 K 线，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趋势的判断，但最终走出了8界阴线。那在8界阴线走出来之后，基本上可以判断目前的下跌的时间级别已经从之前的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游，我们看这里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细游，成长为目前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目前走出悟空阴线组合，今天的8界阴线之后，再往下走就是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这轮下跌的行情有迹可循。首先呢，我们看到比特币走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数字上，73777。我们知道73、84分别是孔子和孟子寿终正寝的年龄，所以呢，超级主力在73000美金附近做了一个快速下跌，发生悟空阴线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动作。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我们在前面行情分析当中给了出来，连续走出了4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其中本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在周线级别上刚刚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迅速就发生下跌的原因是在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当中，我们看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启动时间是在23年12月份。23年12月份周线级别出现悟空阳线之后，连续盘整了7周之后，才继续上行走8界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再往上走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行没有经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下跌，也就是说本轮行情上涨速度过快，中间没有进行正常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盘整，因此呢，做调整的时间点延后在3月中旬，也就是当前时间点做了盘整。同时呢，本轮次的下跌，我们也在板块轮动当中找到了这样的迹象。首先呢，我们看到PP 作为本轮行情的发动引擎，在日线级别上事实上已经做了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这让比特币跟随着走出了目前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趋势。那么我们认为，在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虽然它有了一个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新的悟空阳线，但是随着当前行情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开始，我认为它最终调整目标可能会再往下一些。可以看到前面上涨过程当中筹码密集趋势在53000美金附近，因此呢，本轮回调可能会在日线级别上做一个对称性的调整。我们看昨天给出的支撑位，如果继续下破的话，下方调整目标位可能会在55000美金，也就是在24年2月初到2月24日这段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这样的话呢，我们将会在盘面上看到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的调整，我们将也会看到下方可能会出现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值得提出的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悟空阳线之后，看到8界阳线之后，未来如果出现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这个位置容易出现更多的震荡，原因是沙僧阴线更正一下，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再往下走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复，最终呢，在日线级别走出唐僧阴线之后，完成本轮的调整行情，牛市重新启动。因为毕竟呢，我们看到3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的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已经复活，
已经出现之后，这根悟空阳线虽然有可能被阴线斩杀掉，但未来可能会发生复活。如果一旦复活，牛市将会重启。同时呢，在3月20号左右在3月19号，我们这当前的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呢？是比特币将要减半的前1个月。一旦比特币完成减半，牛市将会继续因为比特币减半前后，很多矿机将会面临着停跑的风险。停跑的风险是因为新老矿机迭代之后，老的机器、老的算力不顶用了所以呢，大家伙会切换到新的算力上。那新老机器迭代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引发比特币一定的抛压那在这个抛压过程当中那这个抛压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新老机器迭代嘛。这个矿工需要一定的资金把比特币卖出去，或者一定的资金去迭代这个新的机器因此呢，资金方面会吃紧一些，比特币会承受这样的抛压。但是抛压完成之后，新矿机一旦投入产出之后，那么比特币会进行它原有的趋势。那目前呢，在大的周期上，在周线这个角度上仍然是牛市，所以呢，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虽然有快速血洗下杀，但是这个调整过程是非常快的。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的牛市接着奏乐，接着舞。那么这轮行情目前来看，最重要的板块是 SOL 板块。我们看到 SOL、GOUP 还有 RAY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涨势非常疯狂。其中 SOL 已经突破了$210，但是今天也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小心它跟随比特币做调整。如果一旦出现日线级别下跌形，我们可以在$140，也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平台附近去接。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下跌行情。那么这个下跌行情我们看到已经非常接近于前低附近，那么意味着以太坊在领跌跌破$3500之后，可能会快速发生反弹。如果一旦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反弹的话，势必会引领以太坊的上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以太坊做出的这个动作，它已经提前于比特币完成了日线级别下跌稀有。那根据我们 K 线稀有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以太坊在往下一些的位置，在$3000附近，甚至在当前的时间点，如果出现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动作的话，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已经跌破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再往下有一个$3050的支撑。如果触及这里的话，反弹会回到200日均线到144均线这个区间，也就是说，以太坊未来一段时间有非常大的概率做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反弹的目标点位是在$3600附近。今天 AI 困也有推送，我们看到热点币种 BOME 出现对折之后从高点$0.029一路下跌到0.3018出现血洗下跌，并且这轮下跌我们可以分析得到是2轮4小时级别下跌稀有。那在日线级别上3根大阴线就打了下来。那么在如此巨大下跌之后，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小线级别反弹稀有，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这个币种呢，仍然是目前散户热点，也是超级主力的热点。所以呢，虽然暴跌了70%，但是呢，随着资金的热点进入，目前进入到了小日线级别反弹稀有，上方目标位反弹稀有的小日线目标位是在0.013附近。那么如果它的反弹能够进行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有一个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那么如果能够进入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稀有的话，目标点位是在0.017。也就是说，这种币种刚刚上线 Binance 有如此巨大的下跌完成之后，是有机会重新反转上来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4小时级别还是小线级别，它都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在0.017，跌破之后进入它一个短时间内的一个黄金坑，所以呢，这里是存在一定的博弈机会。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订购我的这本书，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